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5月19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5月18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174.22，收盘价是176.89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177.06，最低价是在172.45。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5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站上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 1.083 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.86 倍量缩。KD 值，快线上穿了慢线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上行的走势中。MACD 开口增大，双线是继续上行，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绿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短期多头的趋势。那在这里我们说的短期多头趋势呢，是自4月27日以来的短期多头趋势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 K 线信息。在5月18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下影线的小绿 K 线，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。那它所处的位置呢，是在股价出现回后上涨的行进中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超过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，但是非常遗憾呢，它并没有站上前高，也就是5月12日这根 K 线的最高。那么这个前高我们指的是多头趋势的一个高点。那并且呢，当日的成交量呈现的是量缩，那么价涨量缩，然后呢，股价的收盘价又没有能够站上前高，那这样一来啊，就给出了股价后续的一个不确定性。也就是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啊，如果没有一个补量的上涨，也就是抱有大量的上涨呢，那么股价很可能会出现回档，或者说是直接反转向下。好，这是 K 线信息的解读。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5月18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给出了2个方向，一个是会出现上涨，收盘价会在180，另外一个方向呢是回档，收盘价会在171。那第二个可能呢是出现横盘向上。那出现横盘向上呢，收盘价是在175。实际在5月18日，收盘价是在176.89，出现了横盘向上，或者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为一个小幅的上涨。那至于我们预测的横盘向上的点位啊，在点位上相差较多。但是呢，它的本质是相同的，实际上就是横盘向上，因为它并没有突破前高，对，也就是5月12日的这根 K 线最高177.38，对，或者说并没有突破我们设定的上行的第一个目标，所以我们依然把它称为叫做横盘向上。那出现这样的现象呢，我们会看到这样的 K 线，它是在上涨的行进中，出现价涨量缩，没有突破前高，说明呢动力不足。那动力不足呢，我们说从 K 线信息解读，日后必须要有一个补量的上涨呢，才能够维持这样一个继续上行的走势，
否则呢会出现回档或者说是反转向下。好，这是我们对前一个交易日股价预测的说明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股价的上行。那对于5月19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股价如果继续上行，它的第一个目标不变，依然是这条水平线。我们之前取的是整数177，实际上应该是这根 K 线最高177.38，那我们继续取整数，那我们取178，对，好。那第一个目标位就是前高178，依然是它。那站上它呢，我们说才能叫这个回档成功，对。那继续回档成功，然后继续维持自4月27日以来的多头趋势，也就是要再出一个高点。所以这是站上178的一个目标。那么如果178被站上呢，接下来的目标就是上方的192。那192呢，我们说它是一个阻力位。实际上，如果股价从这个位置出现上行呢，那只要目前股价继续上行，它的总的目标一定是要突破217的。那突破217就是要维持自1月6日以来的上涨。所以在到达217之前呢，我们说192是阻力位，207也是阻力位。所以在站上178之后，接下来的目标就是192，它只是一个阻力位。好，这是股价上行的2个目标。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。那股价下行的目标呢，我们说依然是164，也就是股价如果出现回档甚至是反转向下，它的目标就是要瓦解自4月27日以来的短期多头趋势。那要瓦解这个短期多头趋势，就是要跌破前低164。对，好。那如果当然在股价如果出现下行，在到达164之前呢，我们会看到会有比较强的支撑，也就是各条均线值都会成为支撑。那在这里我们想说明一下，我们在视频当中都会提到强支撑，强支撑并不一定是能够支撑住股价。强支撑是指这个支撑是比较敏感的，或者说是一个标志位。一旦强支撑被跌破呢，那很可能会出现一个大幅的下行。所以强支撑是指它的一个标志的重要性，而并不是指能够支撑住股价。或者换句话说，就是大家都关注的那个点，我们称为是强支撑，或者是叫强压力。好，那我们说在到达164之前呢，有护城河，就是5日均线值、10日均线值，包括20日均线值。好，那164如果被跌破呢，下方第2个目标就是152。那152要跌破152的目的，就是要维持自2月16日以来的空头趋势。所以这是股价下行的2个目标。好，那我们还要补充说明一下，我们会看到股价连续2个交易日收盘价是在我们定义的这个头低的下行趋势线的上方。那我们说，如果股价在接下来几个交易日如果出现回档不跌破这条趋势线呢，我们说是有希望继续维持目前的这个短期的多头趋势而继续向上的。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过，继续向上的目标实际上就是217，要突破它。好，
这是我们对股价后续上行和下行的分析。那对于5月19日，我们要给出一个关注的一个点位。那我们在前一期视频我们给出的是171附近，那我们想把这条水平线呢上移到不是上移这个趋势线，是上移水平线到172.45，也就是前一日 K 线的最低。那在5月19日盘中，我们要关注前低。如果股价在5月19日盘中能够在前低上方运行呢，那我们说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上涨，或者说是横盘。但是如果在5月19日盘中股价出现了在前低的下方运行，我们说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回档，甚至说是反转向下。那如果股价出现回档或者反转向下呢，下方的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，包括这个前低，都会成为支撑。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是在171附近。同时我们也会看到这根趋势线我们被移动了，我们把它恢复回来。好，那这条趋势线和当日 K 线交点呢是在170.5附近，所以这个地方呢将会成为一个比较强的支撑。当然我们说如果强支撑被跌破呢，那么股价一定会有就是说进一步的回档或者下行。好，这是我们给出的5月19日的观察位172.45和对它的说明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5月19日开盘之后的我们先不说压力位，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那在5月17日的收盘价174附近，我们给出了进场抢反弹5%建仓174%，5%建仓，然后呢目标是178。那我们说止损守这根 K 线的最低，我们说对于5月18日守的是167，前一日 K 线的最低。那么到5月18日，我们会看到股价并没有出现的是横盘向上，并没有出现下跌，但是最高呢并没有达到我们的目标获利的目标，也就是178这个位置。那么这个仓位是依然持有的。那到了5月18日，这个收盘价是176.89，在这个位置，我们不会给出加仓的建议，因为目前的成交量是量缩，并且股价呢并没有收盘价并没有超过前高，所以这给股价后续走势带来了不确定性。所以在这个位置，我们是技术上是不可以加仓的。那到了5月19日，这个仓位如果是继续持有呢，我们说股价如果出现高开或跳空的高开盘，那么如果我们把它还继续作为强反弹的仓位，那么到了178，也就是股价我认为它应该是要回补这个缺口的。就是如果出现即使出现横盘，它也会有一个冲高回补这个缺口。所以我们说在5月19日开盘之后呢，这个强反弹的目标位依然是178，也就是股价到了178是可以获利出场的。好，那么如果不获利出场呢，想继续持有呢，那我们继续等待后续K 线的运行呢，我们再
给出加仓位或者止损位。那对于5月19日，我们对于这个仓位，我们给出的止损位是170，是这条趋势线的下方的一点。那么同时呢，它也在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附近。所以我们要把止损位从原来的167提升到170。好，这是对于这个强反弹的仓位的描述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空头。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，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。在5月19日开盘之后，就会继续有空头的进场或加仓。我们说空头它是要守上方的178这个位置的，就是前高这个位置。所以在这个地方会有空头继续进场。那他们的目标是20日均线值是在166这个位置。那他们的回补位依然是180。那么在前一期视频我们给出的空头的讨论空头的时候也提到过，在这个地方进场，他们的回补位是在180。因为股价一旦突破了这个前高会有一个上涨，或者至少会有新高的出现，所以呢，空头很可能会回补出场。对，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5月19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依然是第一个目标，就是178，第二个压力位是183，第三个压力位是192。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，我们依次来说一下。前低是172.5附近，然后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在169到171之间，在这个位置。然后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在170到171之间，包括我们这条趋势线和当日 K 线交点是在170.5附近。所以我们把前低和这几个值合并之后，第一个支撑区间是从169到172.5。对，好，这是第一个支撑区间。第二个支撑是下方的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是在166附近，然后第三个支撑就是164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5月19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给出2个可能，第一个可能我们依然给出2个方向。第一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一个补量的上涨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它将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76，最高上方会到达183，然后收盘会收在182附近。对，那么它的条件是在当日必须是跳空的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76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继续上涨。然后另外一个方向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一个回档，是一个大幅的回档。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一个大幅的低开盘，然后呢，股价最高会到达178，也就是会回补这个缺口，然后最低下方会回踩到169，在这个位置，然后收盘会收在170附近。那它的条件是必须是一个大幅的低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过178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回档。
好，这是第一个可能，两个方向。如果股价既不出现上涨，也不出现回档呢，那我们给出第二个可能，股价会出现一个横盘，或者我们说叫横盘向下。那如果出现横盘向下，它将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，或者是一个小幅的低开盘，然后股价在盘中最低会回踩到174，在这个位置，最高上方会到达179，也就是说卡在180这个整数关口的下方，然后收盘会收在175附近。好，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5月19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